历史有时是一个残酷的玩笑，他喜欢在权力的巅峰安排截然相反的继承者，仿佛是为了验证某种盛极必衰或者阴阳调和的宇宙法则。公元1424年的那个盛夏，当明帝国的缔造者之一，一生都在马背上征伐四方的永乐大帝朱棣，在北征归途的于木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大明帝国的接力棒并未传给像他一样矫健勇武的骑手，而是落入了一个连走路都需要内侍搀扶的肥胖身影手中。这是一个关于重力的故事，不仅仅是朱高炽那因为过度肥胖而沉重的肉身，更是他一生所背负的来自父亲朱棣那如泰山般压顶的威权，以及在这威权之下长达20年摇摇欲坠的储君生涯。在后世的史书中，朱高炽往往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君符号，他温和、儒雅、短命，夹在雄才大略的父亲朱棣和英明神武的儿子朱瞻基之间，像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然而，若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这个体态臃肿的男人拥有一种比钢铁还要坚韧的神经。他的战争不在草原，而在朝堂；他的武器不是长矛，而是沉默与忍耐。要理解朱高炽的命运，必须先回到洪武时代的余晖之中。公元1387年，朱高炽出生于安徽凤阳。那时的明朝刚刚从元末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开国皇帝朱元璋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正审视着他的子孙。在这个充满了尚武精神的皇族里，朱高炽从一开始就是个异类。他生性喜静，酷爱读书，身体随着年龄增长而发胖，行动迟缓。在崇尚武力的燕王朱棣眼中，这个长子并不符合他对继承人的完美想象。朱棣像是一头时刻准备捕猎的猛虎，而朱高炽更像是一头安静反刍的老牛。这种气质上的根本冲突，埋下了父子二人一生纠葛的伏笔。然而，命运在朱高炽年少时给予了一次关键的垂青，那是来自祖父朱元璋的认可。实载，朱元璋曾特意考察这个孙子的学识与品行。在一个寒冷的清晨，朱元璋命朱高炽去检阅军队，朱高炽很快便回来复命。朱元璋问其为何如此迅速，少年朱高炽回答：清晨太冷，士兵们还没吃完早饭，我让他们吃完再检阅。这句充满人情味的回答，击中了那位铁血皇帝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看到了这个孙子身上与其父截然不同的特质，那是治天下所需的人，而非打天下所需的狠。据说，正是因为朱元璋对朱高炽的喜爱，才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朱棣的地位。这种隔代亲的宿命论，成了朱高炽最早的护身符，也成了他日后痛苦的根源。父亲对他的力处，似乎总是带着几分不得不为的勉强。时间推进到公元1399年，历史的车轮剧烈震荡。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将朱棣逼上了绝路，靖难之役爆发。这场叔侄之间的皇位争夺战，不仅改变了明朝的国运，也彻底重塑了朱高炽的人生轨迹。如果说朱棣是这场战争中最锋利的矛，那么朱高炽就是最坚固的盾。战争伊始，朱棣率领燕军主力南下，去袭击大宁，以扩充实力，而将自己的老巢北平（今北京）留给了世子朱高炽镇守。这是一个近乎自杀式的任务。此时的北平是一座孤岛，朝廷的大将军李景隆集结了50万大军，如黑云压城般向北平逼近，而朱高炽手中只有区区1万名老弱残兵，50万对1万，在任何军事推演中，这都是必败之局。此时正值冬天，北平城显得格外萧瑟。
21岁的朱高炽站在城头，寒风吹动他宽大的衣袍，显得他的身躯更加笨重。但他那双平日里总是低垂看书的眼睛，此刻却透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与决绝。他知道，父亲带走了精锐，也带走了生存的希望，留给他的是作为诱饵和弃子的可能。但他没有退缩，因为他的身后不仅是燕王府的家眷，更是父亲的退路。一旦北平失守，燕王朱棣将成为无根的浮萍，靖难大业将瞬间化为泡影。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朱高炽展现出了与其外表极不相符的韧性与统帅力。在李景隆的大军尚未合围之时，他便已进入了备战状态，不分昼夜地督治守备。10载他每4鼓就起床，2鼓才休息，每天睡眠极少。左右随从见他面容憔悴，劝他保重身体，他却断然拒绝，说道：君父身冒艰险在外，此时岂是为人子者可以懈怠安逸的？北平是燕军的根本之地，岂能不做好防备？这种以身作则的姿态，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除了勤勉，他还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成熟度，礼贤下士，积极咨询那些老于兵旅的将士与才识过人的文吏，与他们共商大计，推诚代之。这种真诚的信任使得北平城内人人欢悦，众皆尽心，誓死效忠。李景隆的大军却没有把这个事子放在眼里。朝廷军开始发动猛攻，九门同时遭到冲击，喊杀声震天动地，箭矢如飞蝗般遮蔽了天空。北平城的城墙在火炮和冲车的撞击下颤抖，每一寸砖石都在呻吟。战斗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李景隆的军队一度攻破了立正门，眼看就要涌入城内。朱高炽在危急关头展现出了惊人的镇定，他冷静地调动预备队进行封堵，并在夜间派出敢死队骚扰敌营，制造燕军主力回援的假象，硬生生地将敌军逼退。真正的高潮发生在那个极寒的冬夜。此时北平的气温骤降至冰点以下。朱高炽敏锐地捕捉到了天气的变化，这或许是上天留给他的唯一生机。他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令全城百姓和士兵连夜从城内的水井中汲水，然后将这成千上万桶水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夜晚全部浇在北平高耸的城墙上。这一夜北平城没有入睡，水桶撞击的声音、泼水声、寒风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当第二天天亮时，李景隆的50万大军惊愕地发现，原本砖石砌成的北平城墙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晶莹剔透、花不留手的冰山。朝廷军的士兵们试图架起云梯，但梯子在冰面上根本无法固定，稍一用力便滑落倒塌。士兵们试图攀爬，却只能在光滑的冰面上徒劳地抓挠，随后惨叫着摔落。阳光照射在冰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仿佛是这座城池穿上了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铠甲。朱高炽站在冰墙之上，俯瞰着脚下混乱不堪的敌军，他的身躯在这一刻显得如此巍峨。他利用了大自然的伟力，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场冰城保卫战是朱高炽一生中最为耀眼的时刻。他以1万弱旅硬是抵挡了50万大军的狂轰滥炸，直到朱棣率领宁王的骑兵回师救援。当朱棣看到依然飘扬在北平城头的燕王旗帜时，这位铁石心肠的统帅也不禁动容。他或许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个看似懦弱无能的长子，体内流淌着和他一样不屈的血液。北平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朱高炽政治生涯的基石。经此一役，
他在燕军将领和北平百姓中建立了极高的威望。他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书生，更是一个能够在绝境中力挽狂澜的君主。然而，高光时刻总是短暂的。随着靖难之役的胜利，朱棣登基称帝，年号永乐。大明王朝迎来了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但对于朱高炽而言，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战争的硝烟散去，朝堂的暗流涌动。那个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父亲，如今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皇帝。那个曾经在战场上被他守护的北平，即将成为新的帝国中心。而他将要面对的是比50万大军更加可怕的敌人，那便是无休止的猜忌、谗言以及来自兄弟的构陷。永乐大帝朱棣的皇冠是用铁鱼写铸就的，他需要一个同样强硬的继承人来守住这份基业。命运似乎故意要考验这位雄主，塞给了他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当靖难之役的硝烟散尽，北平城的兵强化为春水，朱高炽并没有迎来英雄的凯旋，反而步入了一个比战场更为凶险的修罗场——储君之位。这漫长的20年，对于朱高炽而言，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步步惊心的战争。他的对手不仅是觊觎皇位的亲弟弟，更是父亲那难以捉摸的帝王心术。如果说朱高炽是朱棣理性与仁慈的一面，那么他的二弟汉王朱高煦就是朱棣野性与杀伐的镜像。朱高煦英武矫健，善于骑射，在靖难之役中多次救朱棣于危难之际，甚至自比为唐太宗李世民。在那场决定性的浦子口之战中，朱棣曾在大风扬沙中拍着朱高煦的后背，许下了一句令无数帝王家痛彻心扉的诺言：免之，世子多疾。这句努力吧，你大哥身体不好的赤裸暗示，像一颗剧毒的种子，在朱高煦心中生根发芽，也化作一把悬在朱高炽头顶长达20年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更可怕的是，这并非1对1的决斗。三弟赵王朱高燧阴沉狡诈，与汉王结成了夺嫡同盟。二人在朝中布下眼线，在宫中买通宦官，如同2头嗜血的恶狼，时刻盯着东宫的一举一动。朱高炽稍有差池，哪怕是送给父亲的贡品晚到了1刻，或者监国时的政令有1字之差，都会立刻变成呈送御前的谗言。而让他这种处境雪上加霜的是永乐时代那被残酷撕裂的政治生态。这个帝国实际上分裂为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朱棣马背上的世界，征蒙古，下西洋，气吞山河；另一个则是朱高炽暗毒后的世界，抽钱粮，抚百姓，如履薄冰。在这种畸形的2元结构下，每当朱棣率领大军在漠北草原上追王逐北，留守监国的重任总是落在朱高炽肩上。这看似是权力的下放，实则是将他置于火炉之上。这种煎熬并非仅仅来自政治上的倾轧，更来自帝国庞大身躯运行时的沉重摩擦声。10载永乐年间，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后方数千里的粮道变成了朱高炽噩梦的来源。与此同时，河南的旱灾、山东的蝗灾接踵而至，而前线索要粮草的军报却如雪片般飞入东宫。朱高炽常常在深夜独自面对2堆奏折，左边是饥民易子而食的惨状，右边是父皇缺粮急斩的严令。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他必须像一个精密的炼金术士，在国库枯竭的边缘，从指缝里抠出每1粒米，既要喂饱父亲的战马，又要不让百姓揭竿而起。他不得不一次次违背朱棣严刑峻法的意志，私下利用监国之权，通过缓刑、折罪等方式，变相宽免那些交不起赋税的农民。
他在这种极度的资源匮乏中，练就了一身拆东墙补西墙的政治平衡术。这种长年累月的暗毒劳形，不仅压弯了他的脊梁，也让他那本就肥胖的身体，因为缺乏运动和过度焦虑，变得更加浮肿与虚弱。他在替父亲透支精力的同时，也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配额。然而，即便朱高炽已将自己燃烧至此，躲在暗处的猎手们仍不满足。眼见难以在那些滴水不漏的政务中抓到这位监国太子的致命把柄，为了彻底摧毁这位摇摇欲坠的储君，汉王党羽发动了更为阴毒的剪除羽翼计划。他们深知朱高炽本人谨言慎行，难以抓到把柄，便将屠刀挥向了东宫的辅臣。这是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才华横溢的谢晋，因被指控无人臣之礼，被贬谪后惨死于雪地之中。忠心耿耿的黄怀，因为替太子辩护，被朱棣直接下狱，这一关就是10年。沉稳干练的杨溥，同样因受牵连而身陷囹圄，在狱中苦读经书10载，只为等待天亮。当心腹们一个个被拖出东宫，投入诏狱时，朱高炽甚至不能流露出一丝悲伤，更不敢开口求情。因为在多疑的朱棣眼中，任何对罪臣的偏袒都可能被解读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他只能将恐惧与悲痛生生地咽进肚子里，看着空荡荡的东宫，独自承受着孤立无援的绝望。除了政治上的围剿，朱高炽还要忍受来自父亲的生理性厌恶与精神羞辱。史书中留下了许多朱高炽在朱棣面前惶恐站立的记载。因为身体肥胖，他行动迟缓，甚至需要2个太监搀扶才能行走。这在崇尚武功的朱棣眼里，本身就是一种原罪。汉王朱高煦曾当众羞辱他的肥胖，甚至在随驾狩猎时故意设计让他当众出丑。面对弟弟的挑衅和父亲嫌弃的目光，朱高炽没有任何反击的资本，他的武器只有逞与笑，以及一种近乎愚钝的坚韧。在这充满血腥味的夺嫡修罗场中，若非有2个女人的身影如灯塔般伫立，朱高炽恐怕早已沉没。第一位是他的母亲仁孝文皇后徐氏。这位开国名将徐达的女儿，拥有着不输于丈夫的政治智慧。在朱棣对长子心生厌弃的那些时刻，正是徐皇后一次次用温言软语化解了雷霆之怒。她深知长子的仁厚才是大明长治久安的基石。而当徐皇后去世后，接过这根接力棒的是朱高炽的妻子承孝张皇后。这是一位传奇般的女性，史书称其指挥若定，有女中尧舜之风。在东宫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由于朱高炽体胖行动不便，甚至因为足疾无法随时进宫朝见，使张皇后代行子职，频繁出入深宫，侍奉朱棣的起居，用家常的温情去抚平那个铁血帝王内心的躁动。朱棣或许不喜欢这个笨拙的儿子，但他无法拒绝这个精明能干的儿媳。在很多次汉王陷害太子的危急关头，往往是张皇后牵着年幼的孙子出现在朱棣面前，用天伦之乐冲淡了政治的肃杀。然而，在无尽的黑暗中，真正让朱高炽在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甚至可以说是将他从悬崖边拉回来的，除了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与家人的护佑，还有一个来自上苍的恩赐，他的儿子朱瞻基。历史的镜头在这里转场，聚焦到了那位被称为好圣孙的少年身上。朱瞻基完美地继承了祖父的英武与父亲的仁爱，他是朱棣眼中的希望，是朱高炽最后的防线。在一次关键的北征途中，朱棣带上了朱高煦和朱瞻基，这是汉王夺位的最佳时机，
也是朱高炽最危险的时刻。然而，朱瞻基在军中表现出的聪慧与果敢，让朱棣看到了大明未来的模样。那个关于传位给谁的摇摆天平，因为这个少年的存在，最终重重地压向了长房。于是有一种说法在朝野流传，朱棣之所以迟迟没有废掉朱高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想把皇位隔代传给朱瞻基。朱高炽那笨重的身躯，因为承载着这样一位优秀的继承人，才勉强被父亲所容忍。但这种容忍也是有限度的。直到永乐末年，朱棣的脾气变得越发古怪暴戾，对太子的敲打并未停止，甚至怀疑太子有怨言。有一次，朱棣因礼部迎驾礼仪的小错而雷霆大怒，将东宫属官全部下狱，只留下一个杨士奇。这是对朱高炽赤裸裸的羞辱与警告，仿佛在告诉全天下，太子之位随时可废。那段时间，东宫如同一座孤岛，人人自危。朱高炽每天早晨出门前，都要与妻妾儿女做无声的告别，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去，晚上还能不能回来。他在极度的精神高压下，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依然坚持处理政务，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修补匠，在父亲大开大合的破坏性建设背后，小心翼翼地缝合着社会的伤口。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忍耐，一直持续到公元1424年的那个夏天。当朱棣在榆木川驾崩的消息像一道惊雷劈开帝国的迷雾时，朱高炽并没有立即感受到解脱的喜悦。相反，这是最凶险的时刻。皇帝死在塞外，汉王虎视眈眈，京城人心浮动。如果处理不当，一场堪比靖难之役的内战一触即发。在这个权力的真空期，朱高炽终于展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老辣的一面。他迅速封锁消息，与顾命大臣杨士奇等人密谋，调动军队控制京城九门，同时派朱瞻基火速迎接灵柩。这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他用20年的时间学会了如何在这个残酷的家族中生存，而现在他要用这20年积累的智慧去接管这个庞大的帝国。当朱棣的灵柩缓缓驶入北京城，朱高炽跪在午门之外痛哭流涕。这哭声中有对父亲离世的悲伤，有对20年委屈的宣泄，更有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敬畏。那个曾经被嘲笑、被轻视、被逼入绝境的胖子，终于站直了身躯。47岁的朱高炽终于坐上了那把并不舒适的龙椅，年好红皙。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只有短短10个月。这10个月，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通常连史书的一页都填不满。然而，对于大明王朝而言，这却是决定命运走向的急救时刻，也是朱高炽个人命运最剧烈的燃烧期。登基之初，朱高炽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魄力。他第一道诏书就如同在滚烫的油锅里泼入了一盆冰水，几乎以一种否定的姿态推翻了父亲最引以为傲的几大国策。那支在大洋上航行了20年的庞大舰队被叫停，郑和的宝船在龙江造船厂的淤泥中静没，漠北的征伐被终止，边境贸易重新开启。他甚至大胆地为见闻旧臣平反，释放了那些被囚禁20年的无辜俘虏。方孝孺被追谥，被流放的家族得以还乡。这一系列举措让他赢得了人君的美誉，仿佛他是上天派来缝合帝国伤口的圣人。值得一提的是，他甚至启动了一个更为大胆，几乎是否定父亲一生功业的计划——还都南京。这一决策背后隐藏着朱高炽深层的精神密码。
对于朱棣而言，北京是龙兴之地，是面向草原的桥头堡，那里寒风凛冽，适合磨砺刀锋。但对于朱高炽那个在马背上长大的父亲所迷恋的北国风光，却是他一生的囚笼。他的灵魂属于温暖湿润的江南，那里有秦淮河的江声灯影，有翰林院的朗朗书声，那才是符合他文人气质的栖息地。这种对南方的执念，实际上是他对北方所代表的军事扩张主义的一种本能逃离。在潜意识里，他厌恶北京那肃杀的城墙和永远呼啸的风沙，因为那里记录了他太多屈辱跪拜的记忆。他渴望回到南京，不仅是出于经济上节省漕运成本的考量，更是为了在物理空间上彻底摆脱父亲的阴影，去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崇尚文治与享乐的温和帝国。他在登基后立刻设立南京守备，并派心腹太子朱瞻基前往留守。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不是生命的突然终结，大明帝国的政治中心极有可能在他的手中重新南移。这将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搬迁，更是一次国家气质的根本性逆转。为了实现这种逆转，朱高炽重组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他极大地提升了内阁的地位，重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在这10个月里，紫禁城的文华殿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气象。朱高炽彻底摒弃了父亲那种乾纲独断，视大臣如家奴的作风。他与内阁大学士们之间的互动，更像是书院中的师友探讨，而非朝堂上的君臣奏对。他常常在批阅奏折疲惫之时，赐座给这些文臣，甚至亲自询问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与民间疾苦。有一次，杨士奇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在某项诏令上的措辞不当，朱高炽不仅没有恼怒，反而像个做错事被老师指正的学生一样，面带愧色地当即涂改，并连声称谢。这种宽松的氛围让被压抑了20年的文官集团爆发出惊人的治国热情。他们不再只是唯唯诺诺的磕头虫，而是成为了帝国真正的掌舵手。朱高炽用他的宽容换取了士大夫阶层的死心塌地。这种皇帝垂拱、阁臣票拟的政治模式，虽然在后世被诟病为皇权旁落的开端，但在洪熙朝，它确实构成了一幅君臣共治的和谐画卷，与永乐朝那令人窒息的肃杀形成了强烈反差。若我们撕开这层仁政的温情面纱，会发现人性的幽暗之处。朱高炽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永乐时期度过的，长达20年的储君生涯，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父亲朱棣的打击和弟弟的觊觎之下。那种时刻可能被废除，甚至被处死的恐惧，像一条毒蛇缠绕着他的神经。为了保住太子之位，他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欲望、个性乃至尊严都压缩到极致，在此前的半生中韬光养晦，活成了一个谨慎而卑微的影子。当这座压在头顶的大山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时，一种可怕的心理反弹发生了。即位之后的朱高炽，仿佛是为了补偿自己那被剥夺的半生，开始尽情地追求享乐。压抑了20年的欲望一旦决堤，便如洪水般不可收拾。实在，他在后宫中沉湎于酒色，急切地发泄着长久以来的压抑。那个在父亲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的胖太子，如今却在深宫的帷幕后，试图用感官的刺激来填补内心的空洞。这种报复性的放纵，对于他本就因肥胖和足疾而脆弱不堪的身体来说，无异于慢性自杀。不仅如此，权力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那位以宽仁著称的皇帝，偶尔也会露出令人战栗的獠牙。
在他去世前数日，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李时勉廷辱案。翰林侍讲李时勉，一位性格耿直的谏臣，上书直言皇帝沉迷后宫，身体亏损，言辞激烈刺耳。朱高炽读罢勃然大怒，他无法容忍这种对他私生活的指指点点。在盛怒之下，他命武士当殿扑打李时勉，甚至动用了酷刑，生生打断了李时勉的3根肋骨，再将其拖入死牢。这一刻的朱高炽与那个残暴的父亲朱棣何其相似。更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朱高炽在位期间授以内阁大学士秘书言事，这种绕过公开廷议的做法，虽然提高了效率，却也流露出一种怠政的倾向。他似乎更愿意在幕后操纵，而厌倦了前朝繁文缛节的规劝。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如果给予他更多的时间，这位仁宗未必能一直维持他的仁慈面具，他性格中的暴躁与懒散或许会逐渐吞噬他的政治理想。然而，死神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也没有给历史验证这一猜想的时间。公元1425年5月，北京城柳絮纷飞，朱高炽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享年48岁。关于他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最普遍的观点是纵欲过度导致的身体崩盘。他在位虽短，但后宫选妃频繁，这种在赴丧期间的急剧放纵，掏空了他本就虚弱的底子。当时的大臣李时勉在谏书中提到的嗜欲之乐，并非空穴来风。另一种更为医学化的推测是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朱高炽极度肥胖，行动需要内侍搀扶，且有严重的足疾，可能与痛风或糖尿病有关。他在李时勉事件中那场雷霆之怒，极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剧烈的情绪波动诱发了脑溢血或心肌梗死，让他猝然离世。当然，史学界也始终流传着阴谋论的低语。有人怀疑是文官集团或反对改革的勋贵势力下的毒手，甚至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即将继位的朱瞻基。但这些推测大多缺乏实证，更多是人们对于这位盛年天子暴毙的惊愕与猜想。朱高炽的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他像是一块只雕刻了一半的石碑，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与争论。如果不带感情色彩的审视，我们会发现一种历史的戏剧。朱高炽的早逝，在某种残酷的意义上，或许成就了他的完美名声。正如一些冷峻的史学家所言，因为他统治的时间太短，那些性格深处的缺点，无论是对酒色的贪恋，还是潜意识里的暴力与怠政，尚未完全暴露，便被死亡的帷幕匆匆遮盖。他被定格在了那个刚刚开启改革、平反冤狱的高光时刻，从而作为人选之治的开创者被供奉在神坛之上。但他依然是那个时代最关键的扳道工。他在帝国即将因过度扩张而分崩离析的边缘猛踩了一脚刹车。他用一种近乎本能的政治嗅觉感知到了大明王朝的疲惫，并试图用儒家的温情去疗愈它。他终结了永乐朝的特务恐怖，让士大夫阶层重新挺直了脊梁。他确立的内阁体制成为了此后200多年明朝政治的中枢神经。那个在冰冷的北平城头守城的青年，那个在东宫战战兢兢的中年人，那个在龙椅上短暂放纵的帝王，最终合为一体，化作历史深处一声沉重的叹息。他的一生是一场关于忍耐与爆发、理想与欲望的悲剧。他用20年的隐忍换取了10个月的绽放，却在绽放的瞬间燃尽了自己。命运对他既吝啬又宽容，吝啬的是时间，宽容的是名声。当风沙掩埋了紫禁城的往事，
朱高炽的身影虽模糊不清，但他那短暂的停顿却让大明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获得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喘息，缓缓驶向了下一个盛世。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